这是一块被宗门所有人放弃的盐碱废田，任何作物种下去的最终宿命都是颗粒无收。可在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就决定要把它变成整个宗门最顶级的灵田。众人皆以为你疯了，竟然妄想挑战这块绝户地。要知道，管事就等着你失败好把你赶出宗门。可他们绝对想不到，你竟然靠着一堆发臭的猪粪，竟让这块废田种出了能让金丹修士都眼红的神物。此刻本就老旧的木门被人重重推开，门板撞在墙上，震落一层灰尘。你猛地睁开眼，从硬木板床上坐起，下一秒，一股陌生记忆像潮水一样涌入脑海。你穿越了前世，你是农大高材生，天天泡在试验田里，结果一觉醒来，竟成了青云大陆灵犀宗的一名底层杂役。原主也叫林凡，因为连续1个月开垦灵田，身体透支，最终病倒在这间小屋里。然而还没等你彻底理清局面，一个穿着灰色锦袍、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已经大步走进来。来人正是灵犀宗后秦出的王管事。林凡，别装逼！王管事冷哼一声，将一个干瘪布袋丢到你脚边。这是这个月的青灵脉种子，3天后月底考核，交不出100斤青灵脉，就按宗规取消你的杂役名额，另行安排。你低头看了一眼，布袋里散落出几粒干瘪发黄的脉种，一看就不是好种子。而门外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杂役弟子。3天，青灵脉正常生长期少说也要近1个月了，更何况他分到的是丙字号菜谱，那块地可是出了名的低产田。听说王管事远房表侄想进后勤处，现在名额满了。你听着这些议论，瞬间明白了局势。这是一个资源高度紧张的修仙宗门，底层杂役没有灵根，只能靠种地换口粮和贡献点。原主本就没背景，现在又被安排了一块问题田，明显是被人针对了。王管事居高临下的看着你，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宗门资源有限，不养闲人，丙字号菜谱交给你3年，年年产量垫底，这次若再不合格，就按规矩办。说完，他转身离开，连反驳的机会都没给你。门外杂役们摇头散去，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多说一句。然而你没有惊慌，你穿上草鞋，推门走到丙字号菜谱前。这块地大约1亩，土壤呈灰白色，表面结着一层细细的盐碱壳，连杂草都长得稀稀拉拉。你蹲下身，捏起一撮泥土，闻了闻，又用指尖碾开，土壤板结，透气性差，表层盐碱明显。前世的专业本能让你几乎瞬间做出判断。也就在这时，一道机械音忽然在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宿主接触土壤，神农科研辅助系统正式激活。下一秒，你眼前出现一个蓝色科技界面，正在扫描目标土壤。扫描完毕，位置：灵犀宗丙字号菜谱，灵气含量0.01%，极度贫瘠，酸碱度 pH 9.5，重度碱性。病因分析：长期单一种植低阶灵芝，灌溉方式粗放，导致酸碱失衡，微量元素枯竭，并非不可修复灵田。你看着面板，嘴角终于扬起，这系统专业对口了。给出改良方案。方案1：购买3阶灵物稀壤，中和土壤，成功率100%，耗资10万下品灵石。你直接略过，你现在浑身上下连半块灵石都没有。方案2：引入高浓度有机质，进行高温耗氧发酵，中和盐碱，重塑土壤微生态，成功率95%，耗资极低。看到这里，你眼睛亮了，高浓度有机质，这不就是堆肥吗？于是你立刻回屋翻出宗门地图，目光扫过主峰、当务峰、外务阁，最终停在地图边缘的一处区域——灵兽园。那里圈养着大量低阶灵兽，日常清理出的有机废料堆积不少，因为气味重，平时杂役们都不爱靠近。可偏偏在你眼里，那不是麻烦，那是肥料。你推起一辆破旧木车，直奔灵兽园。路上，隔壁以字号菜谱的老李头忍不住问：“林凡，你不翻地种麦子，推车去哪里？”你咧嘴一笑：“进点货。”老李头愣住，灵兽园能有什么货？然而你已经推着车走远了。几个杂役面面相觑，完了，他怕不是被王管事逼糊涂。可他们不知道，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肥料跟得上，低产田也能翻身。这一次，你要用现代农业技术，给这群修仙者一点小小的农大震撼。灵兽园外围气味确实不太友好，这里圈养着上百头赤焰猪，它们以火属性草料为食，留下的有机废料中富含氮、磷、钾，还带着微弱火容器，对重度盐碱化土壤来说，这简直是绝佳改良原料。你拿起铁锹，直接开干。紧接着，你又去旁边废料坑收集枯败灵草、树皮和碎纸，用来调整碳氮比。系统提示：检测到优质有机肥原料，碳源与氮源比例适配，符合高温耗氧发酵标准。正当你干得热火朝天时，几个穿着白色锦袍的当务峰弟子路过，为首的年轻弟子捂住口鼻，皱眉看你，哪来的杂役？主到附近清运废料，注意避让，别影响宗门秩序。你头也没抬，师兄见谅，后勤处任务不干没饭吃。另一个弟子扫了你一眼，语气轻慢：有这力气，不如攒贡献点换颗聚气丹，天天摆弄泥土，能有什么前途？几人说着，快步离开。你停下动作，看着他们背影，心中却很平静。真正的高阶丹药当然有价值，可杂役能换到的低阶丹药，杂质残留不少，长期依赖未必稳妥。相比之下，你更相信可控的灵芝食补和土壤技术。当天傍晚，你把3车原料运回丙字号菜谱，紧接着你在菜谱边挖坑，将有机废料、枯草、碎土按比例分层铺好，再浇上适量泉水。可自然发酵太慢，你等不起。于是你从原主柜子里翻出2张废弃温火符，这符箓灵力不足，做别的没用，但拿来给发酵堆控温刚刚好。你将温火符埋在底部，轻轻激活，温度开始稳步上升。发酵堆核心温度65摄氏度，有益菌群快速繁殖，杂草种子与有害病原体活性降低。预计完成时间4个时辰。然而你并没有闲着，你跑到后山砍了几根灵竹，劈开竹节，打通主管，一路接到菜谱旁边的山泉野。然后你在主管上每隔一段扎出细孔，一个简易滴灌系统就此成型。到了后半夜，发酵堆不再散发刺鼻气味，反而有了淡淡泥土气息。叮，发酵完成，获得烷属有机底肥，特性中和盐碱，缓释灵气，改善土壤结构。你立刻把底肥翻进菜谱，原本灰白板结的土壤，肉眼可见的变得松软，颜色也逐渐转为深褐。随后，你将干瘪
别清灵脉种倒入系统营养液中催芽，再按照科学株距播入土壤，最后打开主管阀门，清澈泉水顺着主管精准滴落到每一颗种子旁。做完这一切，天色已经微亮，你累得回屋倒头就睡。而你不知道的是，一个后勤处的小厮悄悄来到菜圃外查看，他闻到残留的发酵气味，又看见满地黑褐色泥土，顿时摇头，把地产田折腾成这样，王管事这下能放心了。第二天清晨，你被鸟鸣声吵醒，推开门，习惯性看向菜圃，下一秒你愣住了，原本灰沉沉的丙字号菜圃，此刻竟泛起一层浓郁绿意。昨天才播下的清灵脉已经整齐抽芽，幼苗翠绿晶莹，茎秆粗壮，甚至比甲字号灵田里种了许久的麦苗还要精神。微风吹过，淡淡灵气清香弥漫开来。丁，作物生长状态极佳，土壤修复成功，清灵脉吸收效率提升，生长周期缩短，预计3天后成熟。你看着面板，握紧拳头，成了。3天时间转瞬即逝。第4天清晨，王管事背着手，带着2名执法堂弟子来到丙字号菜圃，他声音故意放得很高，生怕周围杂役听不见。林凡，期限到了，100斤清灵脉交出来，若不合格，今日便按宗规办理。周围不少杂役探出头，眼神里满是同情。在他们看来，3天时间种子能发芽就不错了，怎么可能收成？然而院子里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慌乱。你坐在木桌旁，端着粗瓷茶碗，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王管事，一早就查账，辛苦了。王管事脸色一沉，少庄镇定，粮食呢？你站起身，走到院子角落，那里堆着一座小山般的东西，上面盖着草席，就在下面，自己看吧。王管事冷笑，上前一把掀开草席，哗啦，草席落地的瞬间，一股浓郁纯净的灵气扑面而来，全场瞬间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落在那堆金灿灿的麦穗上。那不是普通清灵脉，每一粒都饱满圆润，表面晶莹，灵气光晕柔和流转。虽然仍是低阶灵石，却已经完全超过普通品质。2名执法堂弟子同时变了脸色。高纯清灵脉，王管事僵在原地，难以置信地指着麦堆，不可能！3天时间，丙字号菜圃怎么可能种出这种麦子？林凡，你是不是私下调换了宗门粮仓的存粮？2名执法堂弟子眉头一皱，然而你丝毫不慌。既然王管事怀疑，那就请执法堂当场验一验。1名执法堂弟子取出测灵石，贴上一粒清灵脉，嗡，测灵石亮起纯净白光，没有一丝杂色。那弟子倒吸一口气，灵气纯度10成，几乎无杂质。紧接着，他看向王管事，宗门粮仓储存的清灵脉最高纯度也不过6成，这批麦子不可能来自粮仓。王管事脸色顿时僵住，你走上前，语气平静。王管事，按照宗门规矩，杂役弟子完成任务后，超额部分可由宗门按双倍贡献点收购。你顿了顿，现在过秤吧。执法堂弟子立刻取出灵秤，100斤、200斤、400斤、500斤，最终数字一出，全场杂役齐齐吸气。1亩地产田，3天时间产出500斤高纯清灵脉，这已经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技术。执法堂弟子看向王管事，任务额100斤，超额400斤。王管事，按规划拨贡献点。王管事嘴角抽搐，他原本想让你离开后勤处，结果不但没办成，反而要从账上划出一大笔贡献点，可偏偏执法堂就在旁边，他赖不了。最终他咬牙给你划了800贡献点。林凡，此时后勤处还会复核？你笑了笑，随时欢迎公开复核。2名执法堂弟子则客气地向你拱手。林师弟，这批清灵脉我们会上交内门，以后若还有这种高纯灵脂，可以直接通知执法堂。你点头，一定。等众人离开后，你看着玉牌里报涨的贡献点，心头一热，这不是800贡献点，这是你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的第一根杠杆。也就在这时，你立刻调出宗门兑换列表，聚气丹100贡献点1颗，功效提升炼气7灵气吸收速度。提示：低阶丹药存在杂质残留，需适量服用。下品飞剑500贡献点1柄，火球符10贡献点1张。然而你的目光直接掠过丹药、法器、符箓，一路拉到最底部的种子分类，玉灵萝卜种子1贡献点1斤，低阶灵蔬，口感清脆，蕴含微量中性灵气，凡人可食。你没有丝毫犹豫，直奔外务阁。窗口后的山羊湖执事听完，手都顿住了。800贡献点全换萝卜种，周围排队的人也投来诧异目光。有这贡献点，谁不是换聚气丹、飞剑、符箓？你却面不改色。宗门规定，贡献点自由兑换。执事大人，麻烦按规办理。山羊湖执事被噎了一下，只好划走贡献点，拖出一大袋种子。你扛起比自己还高的麻袋，转身就走。在别人看来这是糊涂，可在你看来这是生产资料。回到丙字号菜圃，你倒出种子，直接让系统扫描。正在扫描目标物种玉灵萝卜，分析报告：该物种基因链可塑性较高，后山北坡存在野生冰棘草，具备清凉强韧2类特性，可通过嫁接杂交诱发良性变异，提升灵气纯度与食补效果。你眼睛一亮，立刻带着柴刀和工具去了后山。半个时辰后，你带回几株附着淡淡白霜的冰棘草，紧接着催芽、切苗、嫁接、包扎，一气呵成。你将玉灵萝卜嫩芽精准切开，再把冰棘草芽心嵌入其中，最后用浸过营养液的麻线轻轻固定。1个时辰后，上百棵处理过的杂交种苗培育完成，你把它们种入改良后的土壤，并在滴灌泉水中兑入系统营养液。时间一天天过去，10天后清晨，你推开门，一股冰凉清香扑面而来，菜圃里已经不再是普通萝卜，一根根玉灵萝卜通体晶莹，像温润白玉雕成，半露在土壤外，表面氤氲着淡淡寒气。你拔出一根，入手清凉，简单擦拭后，你咬了一口，下一秒，那萝卜入口即化，化作一股精纯温和的灵气，顺着喉咙涌入4肢百骸。丁，检测到宿主吸收高纯度木、水霜属性灵气，凡
凡人之躯正在进行温和淬炼，一股暖流在体内扩散，你的经脉被缓缓拓宽，体表浮出一层灰色杂质。片刻后，系统提示响起，淬体完成，恭喜宿主达成凡体大圆满。当前肉身强度约等于炼气3层修士，你去山泉边简单清洗，再握了握拳，空气中传来轻微爆鸣。你看着满地白玉萝卜，眼神越来越亮。丹药有丹药的价值，干灵芝食补，明显也能走出一条新路。然而，还没等你规划下一步，是卖一批换资源，还是继续扩大试验田？头顶忽然传来尖锐破空声，咻！你猛地抬头，只见一道白色流光拖着混乱灵气，从高空直坠向丙字号菜谱。你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我的萝卜。下一秒，轰隆，地面剧烈一震，一道身影落进菜谱中央，泥土和碎萝卜四散开来。烟尘散去后，一个身穿白色宗门长裙的女子撑在坑中，气息紊乱，灵力时冷时热，明显是冲关出了问题。你瞳孔一锁，这张脸你认得？灵溪宗首席大弟子苏清寒。传闻他3岁引气，7岁炼气圆满，12岁筑基，如今不过20，已是筑基巅峰，被誉为下一代宗主的有力人选。可现在他眼神失焦，体内灵力相互冲撞，显然正处在灵气反噬边缘。你瞬间明白了，强行冲关，再加上丹药残留累积，经脉承压过重。可偏偏也就在这时，苏清寒忽然闻到了什么，他的目光落在旁边一根完好的玉灵萝卜上，那萝卜通体晶莹，散发着纯净清凉的草木气息。对此刻体内灵气紊乱的他来说，这股清凉几乎无法抗拒。紧接着，他本能的伸手拿起那根萝卜，顾不上仪态，直接咬了下去。咔嚓，你眼角一抽，下意识提醒那个刚翻过肥。话音刚落，你又觉得多余，毕竟那是完熟有机底肥，安全的很。而苏清寒咬下第一口后，整个人猛地一震，那萝卜入口即化，瞬间化成一股清凉温和的灵气，像甘霖一样浇入他经脉。原本混乱冲撞的灵力，竟被一点点安抚引导，缓缓归于平稳。几口之后，一根手臂粗的玉灵萝卜被他吃得干干净净，他眼中的混乱迅速褪去，重新恢复清明。紧接着，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萝卜根，又看了看一片狼藉的菜谱，清冷脸庞上浮现一丝尴尬。你试探着开口：“仙子，感觉好点了吗？”你顿了顿，看着被砸坏的地，那个治疗费就算了，萝卜钱。苏清寒脸色更不自然，他堂堂首席大弟子，竟在一个杂役菜谱里吃了一根生萝卜，还把人家地砸坏了。然而他很快恢复冷静，抬手取下一枚雕着冰莲纹路的玉佩，轻轻送到你面前：“此物抵你一地萝卜。”声音依旧清冷，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说完，他照出飞剑，化作一道白光离去，速度比来时还快。你接住玉佩，看着满目狼藉的菜谱，嘴上叹气，心里却已经乐开了花。这玉佩材质非凡，一看就是高阶信物。更关键的是，刚才那根玉灵萝卜竟能缓解筑基巅峰修士的灵气反噬，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科研成果不仅能让凡人淬体，还能辅助修士修行，价值无可估量。看来必须加快量产了。然而你并不知道，就在苏清寒离开后不久，灵溪宗主峰大殿内，一场风波正在酝酿。主峰大殿气氛凝重，丹雾峰长老赵无极站在殿中，声音洪亮：“启禀宗主，首席弟子苏清寒强行闭关冲击金丹，如今灵气反噬，经脉受损，短期内恐怕难以继续承担首席职责。”他顿了顿，语气更加郑重：“首席之位关乎宗门资源分配与弟子表率，不可久悬。老夫提议暂时调整首席职责，另择稳妥人选。”他身后，赵天骄挺直腰背，努力维持谦逊，可眼中的期待几乎藏不住。他是赵无极的孙子，新晋丹师，修为也已到筑基后期。宗主眉头紧锁，苏清寒是他看着长大的，也是灵溪宗百年难遇的天才。可若他真的经脉受损，首席职责确实会受到影响。殿内长老彼此对视，谁都没有开口，气氛一点点压低。宗主缓缓抬手，似乎就要宣布决定。然而就在这时，嗡，一道清月剑鸣忽然从后山方向传来。下一秒，整个主峰大殿微微一震，紧接着一股锋锐、纯粹又无比稳定的剑意冲天而起，撕开云层，直入九霄。怎么回事？这股气息是突破意象。殿内所有长老豁然起身，齐齐望向殿外。只见灵溪宗上空，方圆百里的天地灵气化作巨大漩涡，朝后山方向汇聚，灵光如雨，灵纹浮现。那不是反噬，那是破境。金丹！一名太上长老失声道：“有人突破金丹了。”赵无极脸色瞬间变了，赵天骄更是呆在原地，眼底的期待彻底僵住。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那道磅礴剑意与漫天灵气融为一体，最终凝成一道白衣身影，飘然落入大殿中央。青丝如瀑，白衣如雪，面容清冷，正是苏清寒。他不仅气息圆融，伤势尽复，更已经跨过无数修士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门槛，一步迈入金丹境。宗主大喜，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清寒，你竟然破而后立了！”赵无极死死盯着他，满脸难以置信：“不可能，你经脉明明受损严重，除非有4品清脉丹稳住根基，否则绝不可能这么快恢复。”这句话也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惑。宗主同样急切问道：“清寒，是哪位丹道大师出手相助？此等大恩，我灵溪宗必当郑重答谢。”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苏清寒身上，在他们认知里，能让一个灵气反噬的筑基巅峰修士恢复，还顺势破境，除了高阶丹师，再无第二种可能。然而苏清寒却缓缓摇头，他的目光穿过大殿，望向遥远的杂役区域，望向丙字号菜谱的方向。那双清冷眸子里闪过一丝复杂，在全场死寂的注视下，他朱唇轻启，声音不大，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启禀宗主，没有炼丹大师。”他顿了顿，扔下一句足以颠覆整个灵溪宗认知的话：“救我的是一根萝卜，准确的说，是一个杂役种的萝卜。萝卜，一个杂役种的萝卜。”死寂的大殿里，这句话像一道意想不到的惊雷，让所有长老都陷入短暂沉默。最先反应过来的是丹雾峰长老赵无极，他皱紧眉头，语气难掩质疑：“苏清寒，你确定没有
弄错。低阶灵书虽然能补充灵气，可若说它能稳定经脉，助你破境，这未免太离奇。他声音不高，却带着金丹长老的威严。然而此刻的苏清寒已经不再是昨日的筑基弟子，他同样踏入金丹境，赵无极的威压对他而言已如清风拂面。他没有争辩，只是玉手一翻，半截被啃得不太规整，却依旧晶莹剔透的玉灵萝卜出现在掌心。紧接着他手腕轻轻一抖，咻，那半截萝卜化作一道白光，稳稳落入殿中器物长老手里。是真是假，一验便知。他声音清冷简单，却足够有力。器物长老接住萝卜，入手那温润清凉的质感，以及纯净到几乎没有杂质的灵气波动，让他眼皮微微一跳。下一秒，他立刻取出剑灵盘，此物专门检测灵材灵气纯度、杂质残留以及是否存在异常催化痕迹。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法盘之上，器物长老将半截萝卜放入中央，嗡，剑灵盘上的碧绿指针猛地一颤，随即快速上扬，7成、8成、9成，最后指针稳稳停在代表10成纯净的金色刻度上。与此同时，代表杂质残留的黑色区域没有任何异常反应。器物长老呼吸都停了一瞬，片刻后，他才缓缓开口：灵气纯度10成，杂质残留未检出，催化异常未检出。轰，这几个字一出，整个主峰大殿瞬间沸腾。10成纯度，无杂质残留，这已经不是普通低阶灵书，而是一种全新的高纯灵植食补资源。赵无极脸色微变，他炼丹多年，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丹药是修行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可低阶丹药在成本、吸收效率和杂质控制上确实存在优化空间。可偏偏现在提出解决方案的不是丹雾峰，而是一个后勤杂役。宗主眼中光芒越来越亮，下一秒他沉声吩咐传后勤处杂役弟子林凡上殿回话。很快，你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杂役服，走进这座象征灵犀宗权力中心的大殿，面对宗主、一众长老以及那些或惊奇、或审视、或不服的目光，你神色平静，微微躬身。杂役弟子林凡见过宗主，见过各位长老。你表面稳如老狗，心里却在默默打量，这地板不错，轻御岩，耐磨又导灵，以后恒温大棚地面可以参考这个规格。宗主压下心中激动，问道：林凡，地上这半截玉灵萝卜可是你种出来的？你点头，是。如何种出来的？这一问才是关键。赵无极也盯紧了你，他不相信一个凡人杂役能凭空种出这种灵书。然而你早有准备。为宗主，弟子幼时家乡贫瘠，曾跟一位游方农师学过些改良土壤、选育良种的繁俗手段。丙字号菜圃土壤板结，灵气流失严重，弟子便用灵兽源废料进行完熟发酵，改善土质。之后又从几种灵植中择优嫁接，侥幸培育出了这批玉灵萝卜。一番话半真半假，却刚好落在修仙者的知识盲区。改良土壤、选育良种，听起来朴素，可偏偏整个灵犀宗从没人真正重视过这些后勤技术。也就在这时，赵天骄站了出来，他是赵无极的孙子，新晋丹师，平日里最看重丹雾峰名声，如今听你用凡俗农法解释高纯灵书，自然难以接受。凡俗种植手段真能影响灵植品级？他皱眉质疑：林凡，此事关系宗门资源安全，你最好说清楚。你抬眼看向他，语气平稳：赵师兄若是不信，大可派人去丙字号菜圃复活。地还是那块地，肥来自灵兽源，嫁接材料也都能查到来源，弟子愿意接受公开验证。这一句话直接堵住了所有猜疑。宗主眼神微动，他要的正是这份可复合、可推广的技术。片刻后，宗主起身环视全殿，苏清寒破境，是我灵犀宗大喜。林凡培育高纯灵书，同样于宗门有功。他顿了顿，当众宣布，即日起，杂役弟子林凡破格晋为外门灵植师，享内门月俸待遇，另赐翠微峰为专属灵植试验山头。郭宗门贡献点1万，用于建设灵植基地，所需资源由外务阁按规优先调配。话音落下，满殿皆惊。外门灵植师独立山头1万贡献点，这对一个杂役出身的人而言，几乎是一步登天。然而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苏清寒也开口了，他看向你，声音清冷：从今往后，我的日常食补灵书便由灵师弟供应，价格按你定。此言一出，全场再次震动。这不仅是一桩生意，更是一种明晃晃的支持。新晋金丹首席主动为你站台，你微微拱手，多谢苏师姐信任。可偏偏殿外角落里，前来探听消息的王管事听到这里，脸色已经白了。他刚想悄悄离开，宗主的目光却落在他身上。后勤处王顺，王管事脚步一僵，只能硬着头皮上前。宗主语气严肃：丙字号菜圃此前长期低产，后勤处是否认真核查过原因？杂役弟子被安排高强度任务，是否有人跟进身体状况？今日起撤去你后勤管事之职，调往灵兽园负责废料回收与台账整理，限期1个月，完成后勤流程整改。王顺脸色灰败，却不敢辩驳，只能低头领命。没有羞辱，没有私刑，但这一道处置已经足够让所有人明白，宗门要重视后勤技术。你接过宗主亲手递来的任命玉牌和储物袋，感受到里面沉甸甸的1万贡献点，心中终于踏实了几分。然而你没有注意到，大殿另一侧，赵天骄看着你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复杂情绪。他不是不懂你有价值，可他更清楚，一旦灵植食补体系兴起，丹雾峰的低阶丹药生意必然受到影响。于是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起，不能让你发展的太快。翠微峰名字倒是雅致，可当你拿着宗主玉牌站在山脚下时，嘴角还是忍不住抽了抽。山不小，绵延数里，然而放眼望去，满目枯黄，山石裸露，土质稀松，零星几棵杂树也长得无精打采。山顶那口所谓灵泉，更像一汪浅水洼，水面不动，灵气稀薄。这哪里是仙家福地，分明是一座被闲置多年的荒山。你蹲下身，捏起一把土，轻轻碾开，土壤有机
质含量低于 0.5%， 灵气逸散严重，保水性极差，但地质结构稳定，适合大型工程建设。系统扫描结果很快出现，你看着这座荒山，眼里却没有沮丧。在别人眼里这是烂摊子，可在你眼里这是白纸。正当你准备规划改造方案时，山下传来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林师弟，恭喜啊！刚上任就分到这么大一座山。”你回头看去，只见一名炼丹峰弟子带着几名跟随者走来，来人叫张扬，是赵天骄身边常出现的人。你淡淡回忆：“地方够大，挺适合做试验田。”张扬笑了笑，语气带着试探：“那就祝林师弟好运了。不过我也顺便提醒一句，从今天起，执事堂灵泉水车调度紧张，短时间内恐怕无法给翠微峰送水。另外，灵芝阁高级灵种库存不足，你若想兑换，也得排期。”听到这里，你立刻明白了，这是规则内的资源限制，不是明抢，也不是明斗，而是卡水源、卡种子、卡建设节奏。张扬继续道：“没有灵泉，没有高级灵种，灵执事也不好开展了。林师弟若有困难，倒是可以去找赵师兄商量。”说完，他带人离去。然而，你看着他们背影，脸上反而露出一丝古怪笑意。封锁水源，封锁种子，他们根本不懂现代农业。你没有去找宗主告状，也没有去找苏清寒求援，因为你很清楚，求人不如求己。下一秒，你直接沉入系统，启动地质勘探模式，扫描翠微峰地下500米水文结构。丁，地质勘探启动，灵能粒子共振扫描中。很快，一张翠微峰3维剖面图在你眼前展开，土层、岩层、灵脉走向，一层层清晰标注。扫描完毕，翠微峰地表灵脉枯竭，但地下320米处存在大型承压暗河，水质稳定，含微量金、补霜属性灵气，建议实施深层钻井取水方案。你眼睛一亮，果然有水，于是你立刻前往外门任务大殿，那里常年聚集着一些接不到好任务的外门弟子和散修。你直接在任务板上写下需求：翠微峰招募土系术法修士3名，擅长穿石术、化泥术者优先。工作内容：打井，日结，每人每日50贡献点。打井凡间活50贡献点一天，比矿洞任务还高。很快，3个炼气1、2层的中年修士围上来，半信半疑。你二话不说，先付1半定金，跟我走。完工结清，水源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种子。赵天骄以为卡住高级灵种就能卡住你的命脉，可偏偏在你的知识体系里，高价值作物不一定非要从高阶灵种开始，有时候最普通的种子才最适合改良。当天你悄然下山，去了凡人集市，你没进灵植铺，而是直接钻进最不起眼的菜籽摊。老板，番茄、黄瓜、菠菜、辣椒这些种子我全要了。半个时辰后，你背着一大袋凡俗菜籽回到翠微峰山顶上，3个土系修士已经开始施展术法，泥石翻飞，井口一点点向地下延伸，而你则站在南坡，调出系统图纸，生成恒温灵气大棚方案。按翠微峰地形优化，图纸生成中，建议采用南坡向阳面，搭建3层阶梯式结构。骨架材料：百年铁木，覆盖材料：云母石，透光率92%，灵气传导良好。你取出白纸和炭笔，迅速勾勒，平整地基，搭建骨架，铺设管道，分区种植，聚灵节点，一张融合现代工程学和基础阵法逻辑的蓝图就这样逐渐成型。你要做的不是适应旧规则，而是用技术建立新规则。3天后，随着一声沉闷轰鸣，一道水柱从300米深井口冲天而起，阳光下，水雾折射出淡淡灵光。与此同时，一车车打磨成片的云母石也被运到翠微峰山脚，一个修仙界从未见过的农业基地即将在这座荒山上拔地而起。半个月后，翠微峰南坡，一座巨大的半透明建筑盘踞在原本枯黄的山体上，这便是你的恒温灵气大棚。它以百年铁木为骨架，搭成3层阶梯式结构，外层覆盖云母石片，阳光透过云母被过滤成柔和光线，均匀洒入棚内。关键节点处镶嵌着下品灵石，形成最基础的聚灵阵。那3个被雇来的土系修士，如今已经成了建设主力。可偏偏当他们看到你让人铺青石板、架主管，而不是运土进棚时，全都愣住了。灵师不铺土吗？年纪最大的修士忍不住问。你一边调试主管角度，一边回答：土壤只是作物的载体，只要能提供支撑、养分和水分，就不一定非要用土。3人听得云里雾里。然而你心里很清楚，翠微峰土壤改良周期太长，不如直接上无土栽培，一步到位，进入标准化量产。很快，立体栽培架搭建完毕，主管纵横交错，形成一个个网格，主管道从深井延伸而来，连接每一层栽培架。紧接着就是核心环节营养液，你没有买昂贵灵药，而是在方式低价收来一批普通灵草废料，宁远草根茎、清风花败叶、半生矿粉，这些东西炼丹师看不上，但在你眼里全是元素来源。系统分析成分，配置通用型灵气营养液。分析中，配方生成宁远草根茎3斤，磨粉清风花败叶1斤，导汁半生矿粉半斤，温火煅烧1克钟，兑入地下暗河水，搅拌静置。你照着系统方案操作，没有丹香四溢，也没有灵光冲天，只有草木清气和矿物温热后的淡淡气味。1个时辰后，一大坑墨绿色营养液配置完成，你取出番茄种子，倒入其中浸泡。下一秒，奇异一幕出现了，那些普通凡俗种子像干涸海绵遇到水，疯狂吸收营养液，一粒粒表面泛起微弱灵光，体积缓缓膨胀。半个时辰后，你将种子放入主管栽培口，开闸放水，地下暗河水混合稀释后的营养液顺着管道缓缓流动，精准滋养每一颗种子。接下来的日子，翠微峰变成了外门弟子口中的奇景。第1天，种子生根发芽；第3天，藤蔓长到半人高；第7天，淡黄色小花开满大棚；第15天，当你再次走进大棚时，整个人都被眼前景象镇住。入目所及是一片赤红，一串串晶莹剔透、拳头大小的果实挂满棚外，它们通体如红玉，表面流转淡淡灵光，果香混合精纯灵气，沁圆心脾。灵番茄，你摘下一颗，咬了一口，饱满汁水在口中爆开，酸甜清爽。更关键的是，一股温和纯净的灵气滑入腹中，被身体自然吸收。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凡体大圆满平静，似乎又松动了一丝。也就在这时，一道清冷剑光落在山顶。苏清寒来了，他走进大棚，看着满架灵番茄，即便
便以他金丹心境，也忍不住微微失神。这都是你种的，你递给他一颗，侥幸成功。苏清寒咬下一口，眸光骤然一亮，他体内金丹轻轻一震，灵力运转速度尽快了一丝，此物价值不在玉灵萝卜之下。紧接着他看向你，赵天骄限制了你的销路，对吗？你点头。苏清寒没有犹豫，你有多少我全要，价格按你定。然而你却笑着摇头，苏师姐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若只靠你一个人，我永远只是个依附大客户的小农户。苏清寒一怔，那你想如何？你看向山下广阔宗门，眼神清亮。我要让低阶弟子多一种选择，丹药适合关键突破，灵书适合日常补充，两者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相补足。我要做的是把灵芝食补变成所有外门弟子都吃得起的普惠资源。苏清寒看着你，眼中第一次出现真正的动容。第二天清晨，灵溪宗外门食堂门口人流最多的地方突然多了一个简陋摊位，摊位后你穿着灰色衣衫悠闲坐着，摊位上没有夸张宣传，只挂着一块木牌，灵书体验盒，今日试吃，成分公开，效果因人而异，首日免费，每人限领一个，后续明码标价，1块下品灵食一盒。路过弟子纷纷停下，灵书体验盒免费试吃，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听说这是翠微峰林凡搞出来的，就是那个种出玉灵萝卜的人。人群中一个名叫刘三的外门弟子犹豫许久，终于走上前，他卡在炼气3层已经2年，聚气丹不是不好，只是价格对他来说太高，而且每次服用后都需要调息适应，如今有免费试吃，他决定试试。林师兄真的免费？你点头。今日试吃一人一个，不满意不用买。刘三拿起一个木盒，缓缓打开，里面躺着一颗红色果子，晶莹圆润，散发清新果香。番茄。有人小声议论，然而刘三很快察觉到不对，这颗番茄上有一股极其温和纯净的灵气波动，光是闻着就让他经脉里的滞涩感松动了一点。他不再犹豫，当众咬下，噗嗤，汁水爆开，酸甜清爽。下一秒，一股温和灵气顺着喉咙流入丹田，像清泉一样滋养经脉。刘三浑身一震，困扰他2年的瓶颈竟在这一刻缓缓松开。紧接着，一股更强的气息从他身上升起，炼气4层，他突破了。全场先是一静，随后彻底哗然。真的有用，不是丹药，却能辅助修炼。关键是一块灵石一盒，比低阶丹药便宜太多了。很快，你的摊位前排起长队，你早有准备。敲了敲木牌，排队，每人限购3盒，防止囤货。效果因人而异，不保证突破，只作为日常食补。这个说法反而让众人更安心。接下来几天，灵书体验和风靡外门，有人开出灵番茄，灵气温和，适合打坐；有人开出灵黄瓜，清凉提神，被法诀效率更高；有人开出灵菠菜，强健筋骨，适合体修弟子。这些凡人世界常见蔬菜，在你手中成了价格亲民、效果稳定的灵芝食补。然而另一边，炼丹峰的低阶丹药铺客流明显减少，掌柜看着账本，愁眉不展。不是丹药不好，是外门弟子现在多了一个便宜选择。消息传到赵天骄耳中时，他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并非不懂市场变化，可偏偏这变化来得太快，快到丹雾峰根本来不及调整。一个后勤灵芝师用番茄黄瓜就抢走了低阶丹药大半客流。手下低声道：“外门弟子都说，平时用灵书食补，突破前再买丹药更划算。”赵天骄沉默片刻，最终起身去请执法堂李长老，就说翠微峰灵书扩散太快，是否存在违规催熟、成分不明等问题，需公开检测。外门食堂前，李正盘算着大棚2期扩建，结果人群忽然骚动，一队执法堂弟子走来，秩序井然，将摊位周围隔开。为首弟子面容严肃：“林凡，执法堂接到举报，称翠微峰灵书存在成分不明、违规催熟嫌疑，请你配合调查。”紧接着，赵天骄和执法堂李长老也走了出来。赵天骄看向你，语气冷肃：“林凡，凡俗蔬果半月成灵，确实超出常理，此事关系同门修行安全，必须查清。”周围弟子听到成分不明，顿时有些不安。他们吃过灵书，也确实受益，可修行安全4个字，谁都不敢忽视。然而你依旧坐在椅子上，连姿势都没变。你抬眼看向赵天骄，淡淡道：“丹药铺客流下降，所以急着查我。”赵天骄脸色微变：“这是安全审查，不是私人恩怨。”你点点头：“好，既然是安全审查，那就公开公平一起查。”说着，你站起身，拍了拍衣角：“光查我的灵书，容易让人误会。既然赵师兄代表丹雾峰，那不如把你们最常卖的上品聚气丹也拿出来。我的灵番茄，你的聚气丹，同一套流程，同一块鉴灵盘，同一批检测对象，让所有同门看看2种资源各有什么优势，适合什么场景。”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一个灵芝师竟要和丹雾峰公开做检测对比。赵天骄先是一愣，随即冷笑：“好，我倒要看看你的灵书能经得住几项检测。”也就在这时，一道清冷剑光落下，苏清寒出现在你身侧，他没有拔剑，也没有威胁任何人，只是淡淡看向李长老：“既是执法堂检测，便请全程公开流荡，若灵书合规，不得随意封停翠微峰经营。”李长老点头：“首席放心，执法堂按规办事。”你看向苏清寒，轻声道：“师姐，无妨，我等的就是这场公开检测。”苏清寒微微一怔，他忽然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不怕查，你怕的是没人看。很快，宗门广场中央被清出一片区域，石桌摆上，左边是你随手取出的灵番茄，晶莹剔透，果香清新；右边是赵天骄拿出的上品聚气丹，丹香沉稳，灵光内敛。为了保证公正，李长老亲自下令取鉴灵盘，清浊净，灵气留痕阵，另牵2只3眼式毒灵鼠，只做无创嗅辨测试，不伤其身。片刻后，2只通体雪白、额生树眼的小灵鼠被装在透明玲珑中带上广场，全宗门的目光都汇聚在这一书一丹之上。宗门广场人声鼎沸，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中央那张石桌上。左边是你培育出的灵番茄，红润
润饱满，果香清新。右边是赵天骄拿出的上品聚气丹，丹香沉稳，灵光内敛。一边是从大棚里长出来的灵书，一边是丹雾峰炼制出的传统丹药。这场检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看点。赵天骄站在石桌旁，语气里带着炼丹师的自信。此丹取多种灵药精华，经地火温养而成，药力集中，适合修士短时补充灵气。说完，他又看向你的灵番茄。至于灵书，若只是日常食补，自然也有价值，但若说能与丹药相比，还需要检测说话。这话一出，不少弟子点头。丹药体系传承多年，早已深入人心。灵书虽然最近风头很盛，可到底能不能和丹药放在同一张桌上比较，谁也说不准。李长老面无表情的一挥手，2名执法堂弟子立刻将检测器具摆好，剑灵盘、清浊镜、灵气留痕阵，还有2只3眼灵明鼠。为了保证合规，灵明鼠并不强行喂食，只放在透明灵笼里，通过气息接触和自主取食来判断灵物反应。旁边还布置舒缓阵法，一旦出现不适，立刻终止检测。开始，李长老声音落下，赵天骄先取出一小块聚气丹样本，放入第一只灵明鼠的感应皿中。下一秒，那只灵明鼠轻轻嗅了嗅，随即主动舔食了一点丹粉。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它身上的灵气波动迅速增强，周围甚至形成了一圈小小的灵气涟漪。原本萎靡的气息节节攀升，额头第3只灵眼也微微亮起。好强的药力，不愧是上品聚气丹，见效真快。这要是给炼气弟子用，确实能省不少苦修时间。人群里响起阵阵惊叹，炼丹峰弟子也都挺直了腰背，看向你的眼神重新多了几分得意。然而轮到你的灵番茄时，场面却安静的有些尴尬。你慢悠悠的掰下一小块番茄，放到第2只灵明鼠面前。那灵明鼠嗅了嗅，被果香吸引，低头小口吃了起来。1分钟过去，5分钟过去，10分钟过去，它没有灵气爆发，也没有气息暴涨，只是安静的趴在笼子里，甚至还舔了舔爪子，看起来像是吃饱后准备休息。人群顿时骚动起来，这就没了？灵书效果这么慢吗？难道真只是口感好？赵天骄嘴角微扬，刚要开口，可偏偏就在这时，你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块黄铜怀表，啪，表盖打开，你看了一眼指针，又平静合上。这个动作放在修仙广场上，显得格外违和，却又莫名从容。你抬头看向赵天骄，淡淡一笑，别急，让灵气反应再跑一会儿。赵天骄眉头一皱，下一秒，第1只灵敏鼠所在的检测阵忽然亮起一阵黄光，剑灵盘上的数值开始波动，原本快速提升的灵气出现了短暂紊乱。灵敏鼠明显有些不适，立刻停止取食，蜷缩在舒缓阵中。执法堂弟子迅速启动安抚符阵，很快他的状态稳定下来，没有受到进一步影响。然而检测结果已经清晰浮现，短时灵气提升明显，灵压负担偏高，杂质沉积指标超出日常食补标准，建议适合短期冲关，不宜高频服用。全场瞬间安静。这不是说丹药无用，恰恰相反，聚气丹确实见效快，适合关键节点使用。可更关键的是，它也确实存在负担，需要正确服用，调息化解，而不是被底层弟子当成日常灵食频繁使用。不少外门弟子的表情变了，有人低声道：“难怪我每次服丹后都要缓好几天。”也有人喃喃：“原来不是我资质太差，是用法不对。”赵天骄脸色一僵，他想反驳，可检测阵的数据就摆在所有人面前。然而还没等众人从聚气丹的结果里回过神，第2只灵敏鼠所在的灵笼里忽然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嚓，所有目光齐刷刷转过去，只见那只吃下灵番茄的小灵鼠正慢慢伸了个懒腰，紧接着它身上的旧毛自然脱落，新生绒毛一点点长出。那绒毛不是普通白色，而是带着淡淡荧光。它的体型没有暴涨，反而更轻盈结实，眼神也从原本的懵懂变得清澈灵动。他歪着头看向众人，像是第一次真正理解眼前的世界。这时李长老第一个冲到笼前，他伸手探入一道温和灵光，仔细检查小灵鼠状态。下一秒，他脸上的严肃彻底变成震惊，生机纯净，经脉无负担，灵气吸收平稳。他猛地看向那颗灵番茄，声音都变了。此物不是爆发型灵药，而是温养型灵书，它的灵气几乎可以自然吸收，不留下明显杂质。清浊镜上也同步浮现结果，灵气纯度10成，杂质残留未检出。吸收方式温和渗透，适用方向日常食补，经脉温养，低阶修士长期修行辅助。全场先是一静，随后彻底沸腾。原来灵书不是慢，是稳。丹药适合突破，灵书适合日常修炼，这不就是我们外门弟子最缺的东西吗？之前的怀疑在这一刻全部化为震动。苏清寒站在你身侧，清冷的眼中也闪过一丝异彩。他终于明白，你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否定丹药，你是要补上宗门修炼体系里最薄弱的一环低阶弟子的日常食补。然而炼丹峰众人却脸色复杂，赵天骄更是站在原地，久久说不出话。他不是输在丹术上，而是输在思路上。也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天而降，赵无极出现了。他看着检测结果，脸色沉沉，却没有再像之前那样直接否认。丹道传承多年，自有价值，一次检测不能轻易否定整个体系。他的声音传遍广场，但低阶丹药的杂质控制确实需要重新规范。这句话已经是让步。然而下一秒，又一股更加浩瀚的气息悄然笼罩整座灵犀宗。天空之上，2道身影缓缓浮现，一人身穿宗主法袍，正是灵犀宗宗主；另一人则是一名灰发青衣老者，气息平和，却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有人失声低呼：“太上长老！”所有弟子瞬间安静。传闻中闭关多年的太上长老，竟然也被这场检测惊动。太上长老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他的目光穿过广场，最后落在你摊位上剩下的一颗灵番茄上。下一秒，他身影一闪，已经来到石桌前。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下，他拿起那颗灵番茄，轻轻咬了一口，咔嚓，清脆的声音响起。太上长老闭上眼，细细感受。片刻后，他缓缓吐出一口气，那口气在空中化作一缕淡淡灵雾，久久不散，好纯净的生机。太上长老睁开眼，目光灼灼地看向你，此物能温养老夫体内多年积郁，虽非猛药，却胜在纯净绵长。说到这里，他转身面向全场，声音不高，却带着无法质疑的分量。从今日起，灵番茄及其同类高纯灵书列为宗门战略级后勤资源。战略级后勤资源这几个字一出，整个广场彻
彻底震动。宗主反应极快，立刻上前一步，谨遵太上长老令。紧接着，他当众宣布，宗门成立灵犀宗第一灵植基地，以翠微峰为核心，专门负责高纯灵书培育。第二，丹雾峰暂停低阶丹药扩产，将部分资源转入丹药质检升级与灵书食补体系建设，丹药与灵书并行发展，互补使用。第三，外门灵植师林凡晋升为灵犀宗首席灵植师，地位等同内门长老，可独立招收灵植弟子，参与宗门后勤议事。话音落下，外门弟子彻底欢呼起来。他们不是因为谁被打压而高兴，而是因为从今往后，底层修士终于有了吃得起、用得稳的修炼资源。赵无极脸色复杂，最终还是沉默拱手。赵天骄则被丹雾峰暂时调离一线，配合低阶丹药质检整改。你站在高台上，看着下方无数激动的面孔，表面平静，心里却忍不住吐槽：从杂役到首席灵植师，这晋升速度，前世坐火箭都追不上。看来卷对赛道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夜里，翠微峰灯火通明，宗门效率极高，数百名外门弟子和工程傀儡已经进驻。按照你的规划图，开始扩建灵植基地。山顶小院则暂时被列为核心实验区。宗主亲自把一个玉盒交给你，玉盒打开，里面是一捧含义清澈却蕴含磅礴生机的灵泉，这是九幽灵泉，出自宗门地脉深处，太上长老特批，供你培育核心灵植。宗主看着你，语气郑重：林凡，宗门未来的后勤根基就交给你了。送走宗主后，你独自回到大棚，一看着手里的九幽灵泉，嘴角微微扬起，顶级催化剂到手，是时候给自己安排点员工福利了。你没有犹豫，立刻呼叫系统，系统以九幽灵泉为核心培养液，投入灵石能量，定向优化番茄母猪，目标极限纯化生机，剔除多余属性，只保留对肉身的温养效果。指令确认，优化方案生成中，黄金细胞壁构筑程序启动。下一秒，九幽灵泉化作淡淡雾气，将番茄母猪包裹，母猪顶端一颗新的果实快速生长成熟。这颗番茄不再是通体赤红，而是呈现温润玉质，果蒂与果身连接处，天然生成一圈细密经纹，像被阳光镶上了一道边。特供版金边番茄成了。你摘下果实，一口咬下，果肉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温暖纯净的生命源流，涌入四肢百骸。你的骨骼、经脉、血肉都在这股力量下被温和洗炼，体表浮出一层灰色杂质，随后被灵光蒸散，肉身桎梏突破。恭喜宿主达成无漏玉骨之境。你缓缓睁开眼，握了握拳，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充斥全身。你能感觉到，哪怕不动用灵力，单凭体魄也足以和筑基初期修士正面过几招。然而你并不知道，灵犀宗因你而崛起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百里之外。烈火宗深处，一名负责情报的长老看着水镜中的翠微峰，脸色沉了下来。灵植基地一旦成型，灵犀宗的底层弟子实力会整体提升。他取出一个封着灵纹的陶罐，里面是几只赤甲式灵皇，这种灵虫专食灵植，繁殖快，外壳对普通法术有一定抗性。他低声道：不必伤人，只需拖慢他们的灵植进度。说完，他揭开陶罐，几道赤色微光振翅飞出，悄然没入夜色。目标正是百里之外生机最盛的翠微峰。3个月后，翠微峰已经换了模样，曾经的荒山被开垦成层层梯田，山脚到山腰，灵气大棚连成一片，在阳光下像水晶一样闪耀。浓郁草木生机笼罩整座山峰，形成淡绿色灵雾。宗门食堂里，灵书汤开始定量供应，外门弟子修炼之余也能吃上灵黄瓜、灵菠菜、灵番茄。更关键的是，3个月下来，许多弟子气色明显变好，修为也稳步提升。灵犀宗上下都知道，这一切源于一个名字——林凡，首席灵植师。然而，就在翠微峰发展最快的时候，变故来了。西方天际忽然飘来一片赤色重云，起初没人放在心上，可偏偏那重云速度极快，眨眼间遮住半边天空。紧接着，密密麻麻的振翅声响彻山谷。田间弟子猛地抬头，脸色瞬间变了，那不是云，是虫群。无数拇指大小的赤甲式灵皇越过山川，直奔翠微峰灵植基地。他们不攻击人，也不破坏普通建筑，只朝着灵气最浓郁的灵植扑去，开启防护阵。警报声响彻翠微峰，巡逻弟子立刻施法。然而法术一落下，虽然能清出小片虫群，却也容易伤到下方灵田。更麻烦的是灵皇外壳坚硬，对普通术法抗性不低。宗主苏清寒和几名长老很快赶到，看着下方被虫群覆盖的灵田，宗主脸色凝重，不能用大范围法术，否则虫群没清完，灵田先受损。这就是眼下最难的地方，打中了毁田，打轻了没用。苏清寒握紧剑柄，眼中满是焦急。也就在这时，一只手轻轻按住他的手腕。师姐，别急。苏清寒回头看到你平静的脸，再拖下去，灵田会损失更大。然而你的目光却越过他，看向漫天是灵皇。在你的视野里，这不是单纯灾害，而是一道生态体。你抬手隔空射来一只是灵皇，放在掌心，那虫子试图啃咬，却连你的皮肤都没划出痕迹。系统扫描，目标锁定，赤甲式灵皇变种，基因结构解析中，弱点分析完成。该物种高度依赖集群性激素，可被高级诱导性激素吸引。2、外壳能抵抗部分元素术法，但对特定生防真菌缺乏抗性。3、可通过定向诱集与生态转化，避免大范围术法破坏灵田。你嘴角微微扬起，果然虫灾不是不能治，只是修仙者太习惯用法术硬轰。你松开手，转身走向实验室，路过宗主和长老时，你只留下一句：别急着打，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有技术含量的生态防治。实验室内，你动作极快，你先用灵能离心机从土壤样本中提取出一小簇灰色菌粉，紧接着你调出是灵皇基因图谱。系统以生防真菌为模板，定向强化对视灵皇外壳缝隙的附着能力，要求只针对该虫群，不影响人、灵兽和灵植。方案生成，安全边界锁定，生防菌液培养中。与此同时，你又取出几颗紫苏草种，根据是灵皇性激素序列，反向合成高吸引力植物气味，嫁接进紫苏草，要求10分钟内发芽成株。基因嫁接启动，几颗草籽在灵光中快速生长，转眼变成4盆紫色小草。外界虫群已经逼近核心大棚，林凡宗主的声音传来，明显压着急意。也就在
在这时，实验室门打开，你一手拖着4盆紫色幼虫草，一手提着几个喷壶走了出来。众人全愣住了，没有法宝，没有神符，只有草和喷壶。宗主一时语塞，你这是？时间紧，来不及解释。你看向苏清寒，师姐，你身法最快，带几名弟子把4盆草放到基地东南西北4角，越显眼越好。苏清寒没有追问，立刻接过草盆，化作剑光离去。你又看向其他长老，所有人停止法术攻击，退到山顶，不要惊扰虫群。一名长老忍不住道：不打，那不是任由他们砍食。你语气平稳，照做。宗主盯着你看了片刻，最终咬牙下令，听林凡的，全部后撤。100里之外，烈火宗密殿中，那名长老通过水镜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冷笑：几盆草，几个喷壶，灵犀宗这是无人可用了。旁边弟子也附和：是灵皇最喜灵芝，这几盆草只会让他们多吃几口。然而翠微峰上，你已经把生防菌液均匀喷洒在4盆幼虫草上。做完这一切，你靠在高台边，重新取出那块黄铜怀表。1分钟、2分钟，虫群依旧在啃食灵田，对4盆小草毫无反应。山顶众人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可偏偏第3分钟到来时，风向一变，4盆幼虫草开始释放一种无形气息。下一秒，异变出现，原本覆盖灵田的是灵皇，动作竟同时一顿。紧接着，所有虫群齐齐调转方向，朝东南西北4个角落扑去。那4盆不起眼的小草，仿佛成了他们无法拒绝的目标。赤色虫云瞬间分成4股洪流，疯狂涌向幼虫草。眨眼之间，4盆草被虫群彻底覆盖。山顶长老脸色一白，这不是把他们聚到一起吃得更快吗？然而，你看着怀表，神色依旧平静。5、4、3、2，你合上表盖，轻轻打了个响指，道：最后一个字落下，整个翠微峰的虫鸣忽然停了。那4股正在聚集的虫群，像是被按下暂停键。紧接着，无数是灵皇从半空中纷纷坠落，落在幼虫草四周，再也无法振翅。没有大范围法术，没有破坏灵田，只有精准又极后的集体失活。下一秒，更奇异的一幕出现了，生防菌液开始发挥作用。那些失活的是灵皇外壳上浮现出细密白色菌丝，菌丝迅速分解虫体，将其中灵气和有机质转化成可吸收养分。虫害正在变成肥料。更关键的是，边缘剩余的是灵皇只要接触到菌丝孢子，也会迅速失去活性。1传10，10传100，不到半个时辰，遮天蔽日的赤色虫云彻底散去。整个翠微峰除了最初一小片灵田受损，其余核心区域几乎完好。山顶短暂安静后，爆发出震天欢呼。成了，虫灾被控制住了。林师兄真的把虫群变成肥料。宗主看着下方重新稳定的灵田，长长吐出一口气。苏清寒望向你的眼神也多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敬佩，你却只是看着满地转化后的有机肥，满意地点了点头。不错，省下一批底肥钱。100里之外，烈火宗密殿水镜前，那名长老脸上的笑意彻底僵住，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放出的是灵皇，从席卷翠微峰到被4盆草诱挤，再到全部失火转化，整个过程快得让他来不及反应。不可能，他声音发颤，是灵皇水火难侵，怎么会被几盆草解决？旁边弟子脸色发白，急忙扶住水镜。那长老猛地回神，额头冷汗直冒，快去禀报宗主，出大事了！翠微峰上，虫灾平息，劫后余生的喜悦写在每个灵犀宗弟子脸上。宗主快步来到你面前，看着你，眼神里满是震撼与激赏。林凡，此番你立下大功，本座一定重赏。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山坡下铺满一层失活的是灵皇虫壳，眉头顿时皱起，传令下去，所有弟子立刻清理虫体，统一焚化，避免2次污染。等等，你忽然开口，所有人齐刷刷看向你，只见你盯着下方那片白茫茫的虫壳才你，眼神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像看见了一座金山。宗主，烧了就太浪费了。宗主一愣，这些是灵皇残壳，还能有用？你点头，语气认真，当然有用。他们吞噬过灵芝，体内残留大量草木灵能，如今又被生防灵菌分解，正好可以2次发酵，制成顶级有机灵肥。众人听得一脸茫然。然而你已经抬手下令，翠微峰弟子听令，将失活虫体连同菌丝全部收集，投入山妖发酵池。记住，一点都不要浪费。虽然很多人不理解，可偏偏现在你的命令比任何解释都管用。数千弟子立刻行动，把厚厚一层虫壳残余装入储物袋，运往新建的沼气发酵池。紧接着，你亲自调配灵菌比例，加入地下暗河水，再配合恒温阵法进行2次发酵。短短1日后，一股墨绿色的灵肥营养液从发酵池中被提取出来。当第一批营养液浇入灵田时，奇迹再次出现。原本被虫群啃过的土壤，颜色迅速变得深沉肥沃，淡淡草木灵气从地底蒸腾而起，甚至凝成一层薄薄绿雾。更关键的是，那些被啃剩的灵芝根茎竟重新抽出嫩芽。宗主和长老们看得目瞪口呆，这哪里是灾后处理，这分明是把虫灾转化成了一次土壤升级。烈火宗费尽心思放出的是灵皇，不但没有毁掉翠微峰，反而给灵犀宗送来了一批顶级灵肥。消息传回烈火宗时，整个大殿陷入死寂。烈火宗宗主赤炎真人坐在主位上，听完探子汇报，脸色一点点沉下去。他们本想拖慢灵犀宗灵植基地的发展，结果却亲手帮对方提升了土地肥力，这份憋闷比正面落败还难受。灵犀宗的灵植技术已经不能再放任下去了。赤炎真人缓缓起身，声音低沉，传令召集内门长老和核心弟子，带上我宗100年火灵芝。3日后，本座亲赴灵犀宗。既然他们说灵植能改宗门格局，那就让东域看看真正的宗门底蕴究竟是什么。3日后，灵犀宗还沉浸在虫灾转化、灵田增产的喜悦中。然而下一秒，最高等级的警钟响彻山门，当当，护山大阵瞬间开启，一层淡蓝色光幕笼罩整座宗门。所有弟子抬头望去，只见东方天际一片赤红飞舟正缓缓压来，那不是普通访客，那是烈火宗舰队。为首飞舟船头雕刻着烈焰雄狮，灵压沉重，让护山大阵都泛起层层涟漪。宗主与几位长老立刻出现在山门上空，神色凝重。烈火宗道友，今日大阵未开，不知有何贵干？飞舟之上，赤炎真人负手而立，声音带着元婴后期的压迫感。听闻贵宗近日在灵植一道颇有建树，本座特带门下弟子前来交流。话说的客气，可偏偏数十
艘非洲列阵而来，怎么看都不像普通交流。灵犀宗宗主眼神微沉，然而他也明白，若一直闭门不见，只会给对方借口。于是他深吸一口气，挥手散去部分大阵，既是交流，请。烈火宗众人落入广场，炽热灵压铺开，让不少低阶弟子呼吸一紧。赤炎真人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道：林凡的灵植技术已影响东域资源格局，我烈火宗愿与灵犀宗合作，共同管理此法。听到这里，灵犀宗众人脸色全变了。所谓共同管理，说白了就是想要灵植秘法的主导权。苏清寒长剑微微出鞘，冷声道：灵植技术由灵犀宗自研，烈火宗无权插手。烈火宗一名长老上前一步，掌心一翻，嗡，一株通体赤红、灵光流转的火灵芝出现在众人眼前。它足有巴掌大小，表面布满天然灵纹，一出现，整个广场温度都随之升高。百年火灵芝，灵犀宗几名长老脸色顿时变了。这种年份的火属性灵物，灵犀宗药谱里确实拿不出来。烈火宗长老环视全场，语气带着几分傲然，这才是宗门底蕴。灵犀宗的番茄、黄瓜固然新奇，可若论真正高阶灵材，还差得远。烈火宗弟子纷纷点头，灵犀宗弟子虽然愤怒，却一时无言反驳。毕竟百年灵物摆在眼前，气势确实惊人。也就在这时，一道略带困意的声音从人群后方悠悠传来：大清早的，吵什么呢？众人回头，只见你戴着草帽，穿着一身下地干活的布衣，袖口还沾着点泥土，慢悠悠从人群里走出来，这模样跟剑拔弩张的广场格格不入。烈火宗弟子先是一愣，随即低声议论起来：他就是林凡，看着更像个农夫。然而你根本没理会他们，你只是对苏清寒偏了偏头。苏清寒会意，转身离去。片刻后，他竟亲自推着一辆盖着红布的大木车来到广场中央，所有人都懵了，烈火宗众人更是满脸疑惑，这是什么操作？你走到木车旁，拍了拍红布，目光越过那株百年火灵芝，落在赤炎真人脸上。百年火灵芝确实不错。你顿了顿，嘴角微扬。不过今天也让各位看看什么叫碳水化合物的奇迹。话音落下，你一把掀开红布，下一秒全场安静。木车上没有法宝，没有丹药，也没有灵芝，只有一颗半人高的大白菜。然而这颗白菜极其特别，一半叶片晶莹剔透，像万年玄冰雕成，散发森森寒气；另一半叶片赤红如火，边缘跳动着细小火光。冰与火两种相克属性，竟在同一颗白菜上完美共存。短暂沉默后，烈火宗那边传来压抑不住的笑声。白菜，灵犀宗拿白菜和百年火灵芝比，这也太荒唐了吧！灵犀宗弟子脸色难看，连几位长老都不明白你到底想做什么。可偏偏苏清寒依旧站在你身后，神色平静。他知道你从不会无的放矢，你没有解释，只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把专门切灵芝的薄刃小刀，咔嚓一刀落下，那颗冰火大白菜被整齐切开。然而下一秒，轰，一道一半冰蓝一半赤红的灵气光柱从白菜切面冲天而起，冰火双灵气交缠升腾，直贯云霄，整个广场瞬间被两股截然不同的气息覆盖。左侧寒意凝霜，空气中浮现细小冰晶；右侧温度升高，火灵气如暖流翻涌。而那株刚才还威压全场的百年火灵芝，在冰火白菜的灵气光柱面前，光芒竟明显暗淡下去。不是火灵芝弱，而是这颗白菜的灵能太强、太纯，也太稳定。烈火宗所有人的笑声戛然而止。赤炎真人脸色骤变，身形一闪，来到木车前。他顾不上维持宗主威严，神识直接探入白菜内部，磅礴、纯净，冰火同源。更关键的是，这股灵气没有明显杂质，结构稳定的近乎不可思议。你拍了拍白菜，淡淡介绍：冰火大白菜，用冰棘草和赤焰果做属性嫁接，再以高纯灵肥与恒温大棚稳定培育。作用嘛，可以辅助冰火两类灵根修饰温和淬炼经脉，也能训练对象克灵气的掌控。灵气总量大概是这株百年火灵芝的10倍左右。10倍这两个字一出，广场上所有人倒吸一口气。烈火宗长老不信，立刻上前检测。然而见灵盘刚一靠近白菜切面，指针直接冲到顶端，灵气强度、纯度、稳定性全都远超百年火灵芝。这下再没人笑得出来。可更关键的还在后面。赤炎真人忽然像意识到什么，猛地集中神识，追溯这颗白菜的生长痕迹。下一秒，他整个人僵在原地，他的脸色一点点变白，眼神里只剩下难以置信。不可能！他声音发颤，这颗灵植怎么可能只用了？他没有说完，你替他补上。1个月，简简单单3个字，却像巨石砸进广场。1个月，一颗1个月培育出的白菜，灵气强度碾压百年火灵芝。烈火宗长老不死心，也上前亲自验证。结果他探查到的生命痕迹确实只有30天左右，从发芽到嫁接到稳定生长，再到成熟，不多不少。1个月，烈火宗众人彻底沉默了。他们引以为傲的百年底蕴，在这一颗白菜面前被彻底重写。这不是单一灵植的胜负，这是生产方式的胜负。你切下一片冰火白菜叶，用灵盒装好，递到赤炎真人面前，样品可以带回去检测。你语气平静，如果烈火宗是真心交流，灵犀宗欢迎；但如果只是想靠压力拿走技术，那就没必要了。赤炎真人盯着那片白菜叶，喉咙动了动，却一句强硬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很清楚，若灵犀宗真能稳定量产这种灵植，那么未来东域的资源格局必然彻底改变。沉默良久，他终于转身：我们走。烈火宗非洲来时气势汹汹，离开时却格外安静，直到最后一道赤红流光消失在天边，灵犀宗广场才爆发出震天欢呼：赢了，我们赢了！林师兄！无数弟子激动地高喊你的名字。宗主望着木车上的半颗冰火白菜，眼眶微微发红。我灵犀宗终于扬眉吐气了。然而这一日从灵犀宗离开的不只是烈火宗非洲，还有一个即将传遍东域的消息：灵犀宗有1人以灵植之术，1个月抵百年。3个月后，青云大陆东域格局发生巨变，灵犀宗这个曾经不起眼的三流宗门，成了无数散修和小家族眼中的新圣地。山门外，从清晨到日暮，永远排着长队。这些人不求丹药，不求功法，只想加入翠微峰，当一名灵植夫。听说了吗？翠微峰弟子每天都有灵书汤喝。我认识一个散修，卡在炼气3层多年，去了翠微峰帮忙种田，身体养好了，修为也松动了。现在谁还说种地没前途？灵
灵芝肤才是真香。而你此刻正躺在山顶竹椅上，随手摘下一颗紫莹莹的灵气葡萄，葡萄入口，果汁清甜，温和灵气顺着喉咙散入四肢百骸。这3个月，靠着2代、3代灵枢温养，你的肉身已经再次蜕变，骨骼如玉，气血沉稳，一种源自生命本源的强悍气息在你体内悄然成型，神农道体已经出现雏形。也就在这时，苏清寒端着一盘切好的赤灵西瓜走来。林师兄，你指了指旁边石凳，坐。苏清寒依言坐下，看向你的眼神比从前多了几分敬佩。明明你没有走传统修行路，可你身上那股与万物生机相融的气息，却让他这位金丹剑修都看不透。紧接着，宗主带着几位核心长老，满面红光的来到山顶。林凡，大喜事！宗主展开一张账册，激动的声音都在发颤。这是最新统计，仅仅3个月，灵枢收益已经超过宗门过去30年的总和。几位长老也是满脸兴奋。宗主深吸一口气，神情前所未有的严肃。林凡，经我等合议，决定将你的灵芝秘法列为宗门最高机密。从今往后，所有核心技术只在翠微峰内部流转，任何人不得私自外传。违者严肃问责。说到这里，宗主眼中闪过强烈期待。只要守住这份技术，不出10年，灵犀宗必成东域第一宗。这是任何掌权者都会做出的选择：垄断技术，积累资源，然后快速崛起。然而，你听完却只是打了个哈欠。宗主，格局小了。宗主和长老们的笑容顿时僵住。你坐起身，望向山下辽阔的凡人国度，把技术锁在山门里，只能让灵犀宗富起来。可如果把标准放出去，让天下人都用上基础灵指法，那受益的就不止一个宗门。几位长老脸色变了。林凡，你的意思是，你取出一枚空白玉简，贴在额头。片刻后，你将玉简递给苏清寒，这里面是我整理出的基础改良种植技术，我叫它神农手册。放心，核心基因符文嫁接法已经脱敏处理，不涉及翠微峰最高机密，但它足够让凡俗种子提高产量，也能让低阶灵植更容易存活。凡人吃得饱，底层散修也能靠自己种出基础修炼食材。宗主脸色大变，不可，林凡，这可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你把它送出去，灵犀宗怎么办？几位长老也急了。是啊，三思啊。然而你只是看着他们，平静反问宗主，你觉得是守着一座金山更安全，还是让天下人都记得灵犀宗的好更安全？宗主正主，你继续道，真正的强大不是藏住一代种子，而是制定规则，建立生态。未来所有人种灵植都用灵犀宗的标准，所有人学农技都认翠微峰的体系。那时候，灵犀宗就不是一个宗门，而是整个新时代的源头。山顶陷入沉默。良久后，苏清寒接过玉简，郑重问道：“要我怎么做？”你看向他，带一队核心弟子下山，复制神农手册，连同第一批改良凡俗种子，免费发给山下百姓、贫苦散修和小家族农户，告诉他们，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基础修炼资源可用的时代到了。苏清寒没有犹豫，抱拳一礼。下一秒，他化作一道剑光，带着那枚足以改变时代的玉简，飞下翠微峰。一场无声的风暴开始了。灵犀宗弟子带着大量神农手册和一袋袋饱满种子，走向凡人城镇、偏远山村和散修聚集地。起初，很多人不信，免费的手册、免费的种子，还是修仙宗门送来的，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然而，当第一个农夫按照手册改良土壤，一个生长周期后收获比往年多出数倍的稻谷时，他站在田埂上，激动的久久说不出话。当一个年迈散修在洞府外种出第一期灵气青菜，身体状态明显改善时，他把神农手册小心收好，还专门交给了旁边几个年轻散修。星星之火开始燎原，饥荒压力被缓解，底层修士的基本资源不再全靠购买。凡人也第一次感觉到，修仙宗门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真的能给他们带来改变。不知从何时起，许多村镇农技学堂里都挂起了一幅画像，画上是一个穿布衣、戴草帽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你的全名，却用最朴素的称呼记住你：灵植圣手，再是神农。然而，这场自下而上的变化，也动摇了某些庞大势力的利益。青云大陆、中州、云海之上，一座悬浮仙宫内，这里是大陆3大顶级仙门之一丹顶阁。一名身穿金丝云纹袍的老者正静静看着手中玉简，玉简上赫然写着3个字：神农手册。旁边管事低声汇报：启禀太上长老，根据各地商会消息，近3个月，我国控制的3600座方士中，辟谷丹、回气散等低阶丹药销量下滑90%，许多底层散修开始自己种植基础灵蔬，凡人国度对低阶丹药的依赖也明显下降。金袍老者缓缓合上玉简，脸上看不出喜怒，可偏偏整座仙宫的温度都仿佛低了几分。我们的根基被人改写了。他抬起眼，目光仿佛穿过万里云海，落向遥远东域那座生机盎然的翠微峰。下一秒，他冷声下令：传我法令，即刻起封锁东域与外界连通的主要商路、航道、传送阵，暂停向东域供应高阶丹炉、灵药和炼材，同时以丹药安全与资源秩序之名，启动对灵犀宗的全面审查。他顿了顿，声音更冷：我要那个叫林凡的年轻人和他那座欣欣向荣的菜园子从修仙界的市场版图上彻底消失。